咱就一发炮弹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只能赌一把，你上。放！林敏在我手里。猛啊，别上当，他说的未必是真的。对，这老狐狸就会耍这种伎俩。哎，队长，没事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注意啊！干嘛？按住他！你叫啊！我最喜欢听中国女人叫了。队长，潘潘这个老狐狸根本不露头，他知道你在，防着呢。老孙，杀死一腾。没用的，你一开枪我们就暴露了。这就是版本想要的。高风亮，我知道你们没有桃园，我也知道你们不会出来送死，但是你们给我听着，别以为炸了我的弹药库，你们就可以一逃了之。明天我就要把这个女人处死，用最残忍的手段。交给我，我们的士兵会好好伺候好她的。高部长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们的决战没有完。让我去，我就我同意。那版本会同意吗？我不管。哎，我要去处他。你听到没有？赵忙！咱们还是不是兄弟？别冲动，放开我！你这样推就能送死！冷静点。周猛，你现在一定要出去救阿敏吗？对，要去。你知道你出去的后果吗？你们俩放开他。上。要死一起死。我们是兄弟。准备战斗！队长，我们还会回来救阿敏的，对吧？兄弟，你信我高风亮吗？信。听到阿敏在叫我。我也听见了。姐姐，月月姐姐，你大哥让我给你带句话，打死伟大你啊！打死伟大你啊！打死伟大你啊！啥意思啊？什么？俄语再见的意思。
当我们在一起受训的中国同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代表着不会再见了。我懂了。吕波在安顿好阿敏之后，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。队长，所以教官一定先安排好了阿敏。这次阿敏落到鬼子手里，那肯定是个意外。我相信吕波，我们大家都相信他。不能再拖延时间了，鬼子现在就是想不断的刺激我们。走吧。等等，队长，我了解阿敏，他在这个时候还能说出吕波的话，肯定是要出事儿了。看来他们也跑了，也是一帮懦夫。他们不是懦夫，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已。赵王，阿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版本说了，明天醒醒，我们就有机会救阿敏。版本的真正目的不是阿敏姑娘，只要我们还在，阿敏姑娘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就是，版本四郎就是在演戏给我们看。哎，明白。走吧。撤。今天就到这里。可武工队还没有出现，我相信他们就在附近，但他们不会出来的。战书已经下了，伊藤，现在我的命已经不在我的手中，但是我会告诉你，怎么对付高风亮。长官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拒绝执行任何任务。愚蠢！消灭武工队，也许是我自救的最后的机会。没有任何机会了。你没听到吗？弹药全完了，全完了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提前打开了弹药库？是我的错。我们都是敌我的罪人，我们自有余果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只想让你冷静。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说过，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。伊藤，封锁所有道路，制作他们的画像，贴到每一面墙上。只要见到，一律击毙。嘿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咋样了。放心吧，队长肯定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带着弟兄们平安回来的。哎，有人！石队长，队长回来了。长官，你先出去吧，万一有剩余的弹药，十分危险。
都炸成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剩余？吕伯的尸体找到了没有？不可能分辨了，院子里剩下的只是尸体的碎片，包括钱爷的。全部厚葬。嘿，但我们至少杀死了八路在定西的第一悍将。那是我们杀死的吗？那是他自己选择的同归于尽。半个小时之前，这里还是我的办公室。马尔瑙，太君，我和我哥哥的合影找到了没有？太君，我们一到这儿来就重点挖掘这里，但是这弹药库实在太近了，都炸平了，连个碎片都没找到。混蛋，无能！算了，这里的瓦片都已经变成了碎片，何况一个玻璃框。哥哥，对不起。哥哥，我没能把高风亮抓到你面前，连我们唯一的合影都没有保住。哥哥，我无能，请你像小时候一样，狠狠地责罚我吧。老孙，来喝水。不是来呀、不是我说你们都怎么了？咱全身而退，炸掉了弹药库，这事儿应该高兴啊！咋一个人一个都哭丧着脸啊？老夫，嗯，吕伯同志牺牲了。啥？阿敏也被鬼子抓了。高队长，是这样不行了。够了！这是我的家事，你不要管。你看看，梅君子小姐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向你哥哥告别之后，我就把它摘下，带在身边了。梅静子小姐，多谢你。难道你早就知道特战队要爆炸？坂本，你不用谢我。我拿着这个相框的本来意图，并不是要帮你。这个我知道，请你继续说。我想等着你消灭武工队回来的时候，就动手杀了你。带着相框，只是感动你们的兄弟情深，准备给你们合葬而已。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其实，如果我杀了你，也会把你和你的弟弟一起合葬的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是有很多共同点。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会报答的。现在，正是我们同舟共济的时刻，应该团结起来。没用，我还是要杀了你。
于腾，立即启动最高战备，让田中加紧搜寻八路电台信号。现在？对。他们刚完成了这件大事，一定会跟上级沟通汇报。这是我们抓到他们最好的时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没有时间了。嗨，马上办。高队长，上级指示，让你们尽快的赶到7公岭，由小分队接应。狗日的！队长，这里边还有一块弹片呢，现在血止不住，必须得尽快手术。没时间了，最多还有2、3个小时。老胡，麻烦你再发一份电报，请求上级加派一个小分队，带着医生和药，在半道上迎我们。一旦接到石连长，立刻就地手术。一定要注明必须手术，带齐家伙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高队长，这是大白天，刚才跟上级联系就已经很危险了，现在再开机，恐怕鬼子会缩到这儿了。就算鬼子已经到了门口，这电报也得发。发完之后，你跟我们一起撤退。没有命令我不能走，你们快走，我就发电报。队长，不能再耽误了。老傅，抓紧时间处理一下，准备出发。7公岭。队长，不能走。什么结果？军部命令我们去宪兵司令部等待，石岗少佐会宣布裁决命令。石岗本来就妒忌长官的能力和声望，现在更加会落井下石了。他决定不了什么，只是执行命令罢了。你已经知道结果了是吗？虽然大本营还在讨论，但从爆炸的那一刻起，我们都应该知道了。我死后，把他跟我合葬。长官，你不能去送死，我们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只要你下命令，我什么都敢做。违抗上级的命令，你也敢吗？除了长官，我谁也不认。你不要后悔，死而无悔。你忘了，阿米还在鬼子手里呢。我没忘，但石连长的伤情不容耽误，先把他送回去，再回来救阿敏。队长，那样就来不及了。张猛同志，石连长是我军分区唯一的火炮专家，司令员说过，他一个人顶一个排。在我心里边，阿米一个人顶一个连。别犯浑。队长，不是我犯浑，我也明白石连长的重要性。我求你，让我一个人留下来。阿敏全家都是被我连累的，她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。阿敏是个好姑娘，他们家的事儿，就是我们武工队的事儿。队长，让赵猛留下来吧，保护老百姓也是我们的职责。队长，你放心吧，石连长有我们呢，不缺赵猛一个。我不缺他一个，我是怕他冲动。队长，我留下来陪他。猛子，留下来可以，但要答应我一件事。100件事都成。在我们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准轻举妄动。成。狐狸留下来陪你，记住，一切行动听狐狸指挥，保证服从命令。站住！石岗少佐命令，只见坂本少佐和美静子特派员，所有人解除装备。
八嘎！你在侮辱我们吗？石岗少佐也是少佐，凭什么向坂本长官下令？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八嘎！我一声令下，踏平你们的司令部！放下武器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你试试。伊藤，我们特战队是戴罪之身，服从命令。你得到。军人的武器，我已经奉命上缴，但我还是一名武士，要拿我刀，先拿我命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请保留你的刀。谢谢。伊藤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交枪！高队长，赶快走啊！电报发完了吗？一起撤吧。发完了，但没有回信，收没收到是不能确定的。那可不行啊，必须确定。所以你们先走，我留下来接着发报。那你当心点，每次的时间要控制在3分钟之内。我知道。老胡，咱们情报站所有的点儿就剩你这一根独苗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！其实，情报站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在哪儿？这没人知道。他和上级是单线联系，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他才行动，只有他找我们，我们不能找他。那他要找上来，那怎么确定是自己人啊？你在双桥村辛大山人家做过长工吗？没有啊，我就在大车店干过。这是街头暗号吧？对，高队长，当你们听有人说出这句话，记着，他就是我们情报站最后一张牌。最后一张牌，因为只有情报站的人都牺牲了，他才可以出手。明白了。所以他最好还是不要出手。队长，出发。老胡，多保重。你们也是。一路小心。死到临头还这样不可一世，拿下！现在后悔可以退出，我们誓死与坂本长官共存亡。立即执行枪决？为什么这么急迫？我只负责执行命令。美京子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定要有人顶罪的。要顶罪，也是有我这个特派员。没你的事儿。坂本向军部汇报，他一个人独断专行，屡次拒绝你的合理意见，理应承担全部责任。坂本，为什么？弹药在定期出事，当然是我的全责。如果不是我违背你的命令，提前开仓，弹药也许不会出事。什么？提前开仓？美京子，让这些事情都过去吧。坂本，我不需要你这么做。原来是英雄救美，可惜，坂本，你还有什么最后遗言吗？美京子，你过来。
果我死了，把刀谱带走，别让海天一刀流失传。版本，没有什么如果，你死定了。石岗君，请让我见见神鹰大人，我知道他就在这里。哈哈哈哈！你一个帝国的罪人，有什么资格见他？执行死刑！不行，放下武器！班班，你疯了吗？美景子，你快走，这里与你无关。怎么样？老胡，我们先出去了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你也一样。打听到阿敏的消息，马上就回来，一起行动，等着高队长安排。老胡，放心吧，还有我呢。快，尽快找到武工队，替版本长官减轻责罚。嘿。电台信号找到了，在黄土街附近3公里左右。要挟！放下武器！门外伤亡情况？遵照长官的部署，无人伤亡。很好。版本，你这是叛国行为！我效忠天皇，为帝国出生入死，浴血奋战。我叛国，还有谁爱国？版本君，不要激动，我只是在执行命令。你们走吧。走？能走哪里去？你们不就是想逃命吗？去吧，我保证不派人追你。我本本四郎不懂得什么叫逃命。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神鹰大人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咱到底去哪儿啊？小点声，当然去打听阿敏的消息了。你这一道上一句话不说，跟个哑巴似的，就这么瞎转悠，咋打听消息？信不着我，要不你来呀？我要有这门道，我用得着求你啊？哎，别着我急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就放心吧，你急我也一样急。救阿敏是咱大家的事儿。这云山雾罩的，你这心里到底咋想的？坂本特战队被炸平了，他肯定得找地方关阿敏。我们就是要打听出这个地方到底在哪，对吧？对，这才是兄弟。只要能打听出阿敏被关在哪，我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哎呀，你别转悠了，那你找个人问问呐。你以为我瞎转悠呢？我是给我的眼线发暗号呢。你发暗号，我咋没看出来？暗号你要是能看出，那还叫暗号吗？只有接到暗号的人才能看得懂，要不然，咱还得敲着大鼓去找人啊。说的神乎其神的，真的假的？就放心吧，我这暗号已经发完了，一会儿就有人来找我，咱就跟这儿等着吧。哎，在这坐会儿。哎，我现在哪有心情坐？现在鬼子正在扰大车店的人，你的花样贴得满大街都是，你就跟这晃悠，这不招事儿吗？你要是想被抓，你就在这晃悠啊！老板，
来壶茶。哎，好嘞。我倒要看一看，你的暗号能把谁给招来？三爷，小队们报信说您找我有急事儿。何老大，够意思，来得够快的。您不是发了七星追月江湖告急吗？三爷，是不是这么紧？帮我找个女人。这人干嘛的？这是咱们地界上叫花头子何老伴儿，他们人多，犄角旮旯都有。版本押送阿米，没准会被谁看到。行啊，连丐帮的人你都认识。哎，你在丐帮是不是有职位啊？去你的！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嘿，哎呀，这位爷呀，我是瞎子，对不住啊。没事，走吧。爷您真好，哈哈哈哈。谢谢。崔老四，三爷，就这样都没有瞒过你的法眼。不过这些年我终于赢了一回。哦，你看，这是你兄弟的吧？来，给。哎，阿敏给我的荷包，你啥时候拿走的？这位是咱们地界上的贼王老大崔四爷，人称千手佛爷，手快着呢，但是比我差那么一点。为啥呀？哎呀，那可是以前呐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平起平坐了啊！哎，是吗？不见得。三爷呀，兄弟佩服佩服，看来我这辈子都赢不了你一回啊！三爷不干这行，那是我们的福分呐。哎，算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吩咐吧。哎，吩咐不敢当，有个急事找你。不过呢，是跟日本人作对的事儿。您要是有什么顾虑，绝不勉强。三爷，我早就猜出来了，您是干这个的。虽然兄弟也是个贼，但也是中国人呐。我能为你们干点好事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是吧？四爷，那我就不给你瞒着了。想请您帮个忙，我知道您警察朋友多，帮我打听个人，但是这事儿绝不能声张。三爷，这个我懂。你要找谁？申英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感觉比将军还威风。找到没有？再仔细找找。
何老大打听到了，阿敏关在警察局里。真的？乞丐是这个城市的眼睛，没有他们看不到。但是阿明怎么会关在警察局呢？这靠谱吗？他说他几个手下都看到了，应该靠谱。版本也是暂时关押阿敏，警察局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可太好了，警察局的防范肯定会相对疏松一些。走，赶紧救人！哎，等一会儿。陆团长，我们就送到这儿了，你们出发吧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尽快和医疗队会合。高队长，上级可是命令你们一起撤退的。请转告上级，我们还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手里，必须把他救出来。老孙，是啊，你护送他们一程，一定要确保施连长安全到达再回来。队长，你这不会又是骗我走吧？放心吧，这次不是骗你走，到最后我们都得走。任务完成之后尽快赶回来，跟版本的最后决战，怎么能少得了你这个枪神呢？明白。走吧。高队长保重。等崔四爷回来确认一下，先别急。来了，三爷，四爷，坐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我朋友说了，他真在警察局。你肯定啊？小点劲！哎呦，这好大的力气！哎呀，对不住了，你快说，你肯定吗？他是不是梳了个大辫子，瓜子脸，穿一个粉衣服？没错。我的朋友说了，他刚送来不久，是日本人亲自抓来的，看守的非常的严谨，别的也不让问了。跟他说话了没有？我的朋友去送饭的时候问过他是不是叫阿敏，他点头了，而且还说啥了？他说是不是猛哥派来的？走吧。哎，四爷，警察局有能帮得上忙的吗？帮你们混至警察局应该没问题，别的这就够了。那这样，把你们当贼抓起来，这样你们就能混到警察局了。哎，那兄弟能靠得住吗？这样你放心，跟我一样。老张，咱们俩是不是找队长商量一下？还请示啥呀？贻误战机。再说了，那破警察局有啥好怕的？就咱俩肯定平汤了。快走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也是。行，四爷，那你带路。好，我兄弟都准备好了，走。神鹰大人，还是不肯见我吗？版本四郎，你叛国兵变，本应领受极刑。神鹰大人，念你旧时忠勇，给你2条路走，一条是现在就逃，自生自灭；另一条是剖腹自尽。赶紧出来相见吧！枪在我手，别把我逼急了。再乱说话，杀了你！我的部下系北海道农民入伍，不懂礼仪，更不知神鹰大人身份，请饶恕他吧。我们不与农夫一般见识。版本，你是逃还是自灭？快做选择。儿子，你把他们送到警察局，别的你就不用管了。四哥，别的我也管不了呀。二位，你们现在就是被我抓到的贼。进了警察局之后，我会把你们安排在一个没有锁的牢房里。至于后面，
结果成不成，那就看你们造化了。兄弟，你这也算帮了大忙了，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忙活了。谢了，这情啊，回头你还到崔四哥头上去偿。